蓉儿，你吃苦了。没，倒是你们，还有爹被我连累罚了3个月俸禄。蓉儿啊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，莫说是罚3个月的俸禄，就算是罚3年的俸禄，爹也愿意呀。让你们担心了。吴小侯爷，刚才太过激动，多谢了。这次若不是肃王相助，此事绝不可能这样轻易善终。是啊，肃王真的是个大好人，名如青天。有机会，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。那个，殿下现在如何？殿下被皇上关了禁闭，只怕有段时间不能出来了。蓉儿，阿姐，刚才在饭桌上，你心虚什么呢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平日里见你提及肃王，莫不是一句点头之交打发过去？怎的，如今不这么说了？你不必瞒我，我早已看穿肃王殿下对你的心意。我现在在意的是你怎么想。阿姐怎么知道肃王殿下对我的心意？他待你与旁人截然不同，你呀，当局者迷。我不愿瞒阿姐，我跟殿下两情相悦。两情相悦？你们不会？啊，我们发乎情，止乎礼。真的？哦，那就好。不过肃王殿下待你是一片诚心，我现在担心的呀，就是你。你以后要嫁入肃王府，那里规矩那么多，你这个小野猴啊，会不习惯。知我者，阿姐也。我虽然是挺喜欢殿下的，但是……算了，我跟殿下都在受罚，这件事情从长计议吧，以后再说。我现在也没心思想这些。明日要替师傅殓尸，后日师傅就下葬了。好好休息吧，不要想太多。怎么是你啊？你之前不是说去锦衣卫了吗？什么事儿也不能半夜办啊，借口而已。你这人，之前要你去大厅你不去，偏要翻墙。大厅有的是机会，墙头可不是时时能翻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一家人团聚，我在那儿未免尴尬。你……不说这些了，你先跟我走。来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去凤来仪啊，看账本。我白天可是真的没时间。可是现在也太晚了吧？哦，看来傅姑娘还是不相信我呀。不，我是怕现在太晚了，爹娘会担心。怕什么？我背着你，咱们翻墙走，谁知道你离开了？肯定都当你睡着了。翻墙？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好玩？简直胡闹！既然都已经开始胡闹了，那就闹到底吧。
对啊，这账目上面记录着你们年底提供给宫中的首饰大幅减少。可是就我所知，你们凤来仪和上服局的合作应该从未停止吧？对啊，有姨母在，怎么会停止呢？你看，这永奏乐坊去年给了你们2200银，因此你们提供了1个季度的首饰，而且这一整年来账目上面只有这么1笔文书交易，可是到了最后却有4200银，这肯定不会是永奏乐坊多给你们的钱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交易次数可能不止1次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他们瞒着我交易，却没有记录在册？这是唯一的可能了。做账之人难免疏漏了。文书如此复杂而且很长，也有可能他把2笔当做1笔记录了，所以说就写了4200银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永奏乐坊在凤来仪购置的首饰不止1个季度，甚至是更多？关键在于，这凤来仪没有你的印章，他还能跟一些商铺进行交易。这只是我们目前发现的，没发现的可能更多。参见安王殿下。诺诺，对不起啊。为何要说对不起？提刑司，我赶到时，你已被人劫走；胡家村时，我赶到，你已回京。每次我都是晚来一步，什么忙都没帮上。今日你能来送师父一程，已经十分感激了。刘掌柜向来为人处事低调，如今却落得如此结局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是啊，师父本就是不争不抢之人，我现在更痛恨的是自己，在师父生前还跟他有过争执，但师父似乎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凶手是谁？不能说的事情又是什么？真相又是什么？这是女儿家身上的抽丝，可能是府内侍女不小心弄上去的。阿元，那日你究竟是为什么提前离开如意楼？是师父突然让你离开，还是有人来访？肃王殿下，我不是特意想隐瞒你，是掌柜的让我走的时候小声吩咐过我，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。而且，我也不知道，肃王殿下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这件事。这手镯，你从何处来的？这个镯子是师父在我幼年时送我的。师父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无论怎么样，希望你不要伤害他。放心，我答应你。
荣儿，等师傅老了，或者不在了，如意楼就交给你来管了。那怎么能行？你也得陪我一辈子。我怎么能陪你一辈子？反正你就得陪我一辈子。小丫头，自从你第一次叫我师傅时开始，你就是我唯一的徒弟。我最想保护的人就是你。既然你不拿我当徒弟，那我也没法拿你当师傅。师傅，我一定会查清真相，抓到凶手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是素王，我一定会讨回公道。姑娘，可素王身份特殊，如今又在思过堂闭门思过，如何调查？如果他真的在那时去过如意楼，若真的他是最后见过师傅之人，那如意楼附近，我不相信没人见过他。你怎么敢撤的？实在对不住啊！对不住就完了，酒楼还急等着用呢，这一天都白做了。有一个人或许知道。姑娘，请放心询问。你可还记得，几日前我曾在如意楼外撞了你一下，赔了你一些银子？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那日你既是在来回玉米，可曾有见过一个男子从如意楼出来？这，我想想啊，有，就在撞上你的前一会儿。长得什么样？穿什么衣服？倒是神色如何？长什么样儿？不记得了，反正是颇为英俊，气宇轩昂的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。他穿着白色的衣服，行色匆匆，差点撞到我。他似乎会些功夫，身子一闪就躲开了。最奇怪的是，他那白衣服上似乎有血迹。没事吧？此话关乎人之性命，不得有半分虚假。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我雷轰啊！你还有其他线索吗？反正是贵气得很，一看就是皇亲国戚。我正纳闷呢，怎么这样的人身上会沾有血迹？因而多看了2眼，我就记住了。姑娘，今日我来问话之事，不得告诉任何人。哎，那人说什么？他说那日见到了一个白衣男子，气度不凡，但是却行色匆匆，身上沾血，从如意楼出来。没事吧？难道真的是素王？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小跟班，我记得你说过，若我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可以求助于你。记得。帮我。
王殿下觐见。父王哥哥，父皇、母妃、羲和郡主。哎，什么羲和郡主，叫得这么生分？可不是嘛！苏王哥哥对我总是冷冰冰的。婉儿莫要怪他，健儿自小在军营长大，那边没有女子，健儿又性子内敛，见了女子，总是不好意思的。淑妃说得对，这男子只有成了婚，才能是一个懂事的男人。是，皇上说的是，这健儿要是成了家，就不只是皇上跟臣妾的孩儿了，会成为一个丈夫，还会成为父亲。只是，健儿也有他自己的心思，想要……他还有什么好想的？金儿、婉儿，你们自幼相识，郎才女貌，处处登对。既然如此，朕就赐婚于你二人。朕和淑妃还要等着抱皇孙呢。谢皇上。儿臣不孝，还望父皇收回皇命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想娶婉儿？难不成你要娶那个傅荣？回父皇，正是。苏王哥哥，苏王哥哥，你宁愿娶一个一无是处的杀人犯，也不愿意娶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婉儿，郡主，冥顽不灵！还望父皇成全。贤弟，朕看你心神不宁，今日有心事啊？还真是什么事都逃不过皇兄的眼睛。我方才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肃王在宫门口跪着，实在是惊讶。冥顽不灵，是因为傅姑娘？你怎么知道？这肃王为那个姑娘做的那些事，实在是叫人难以忘记。而且皇兄刚才又说她冥顽不灵，想必应该就是因为那位姑娘。那你猜猜看，他现在又要做什么？要娶她？何止是娶她，是非她不娶。陛下，有什么话就快说。老奴方才听宫门的守卫说，四殿下已经在宫门处跪了一夜了，这会儿日头又毒，殿下身上又是旧伤又是棍伤，身体已有些不支。若再这么跪下去，恐怕……好了，跪死活该。这肃王年轻气盛，皇兄，您何必与他置气？皇兄何不成全了他，也算是一段佳话。以他的身份和惹事能力，当上肃王妃，那岂不是天下大乱？唉，最多也只能让他当个侧妃。皇兄所言，极是。
傅品言之女傅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之皇四子徐进，德行出众，文武并重，是婚娶之龄。今有横京令傅品言之女傅荣，品貌端庄，秀外慧中，故朕下旨钦定为肃王侧妃，则即日大婚，钦此。臣女傅荣接旨，谢主隆恩。谢主隆恩。傅姑娘，请起。王公公，我送送你。咱家可受不起。傅大人请留步，不必多礼。请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兰香，把这个好生收着。是。哎呀，我这都要当肃王侧妃了，你们怎么没有半点开心啊？蓉儿，我知道你们是难受我是侧妃，那侧妃好歹也是肃王的侧妃嘛。那我之前还差点嫁给张燕呢，那世子妃见到侧妃还得行礼呢。而且汪公公都说了，我以后就是正儿八经的皇家人啦。这个能比吗？一个是正室，一个说白了……哎，别胡说八道！你怎么还没有蓉儿懂事儿？侧妃是皇上定的，没办法。最重要的是我嫁给想嫁的人，过得幸福不就行了？蓉儿，我记得之前跟你聊过此事，你当时还在犹豫，怎么现在……哎呀，姐，此一时彼一时嘛。我也没有因此难受，就是舍不得你们。唉，都尚在京城，总会有机会见面。我们就是怕你受委屈了。你说将来肃王他才娶了一个正妃，以我的性格，我能让自己受委屈吗？与其担心我，你们不如去担心他的正妃。这……老爷、夫人，小侯爷来了。傅大人，彩礼到。这蓉儿只是个侧妃，怎么会送这么多彩礼啊？殿下说了，虽是生意难为，但在殿下心中，傅姑娘是他唯一的妻子，能做到的一定都做到最好。这还只是第一批彩礼，后头还有呢。殿下当真是这么说？句句都是亲口所言，还能有假？若不是成亲前这新郎和新娘不能相见，恐怕殿下都要亲自来送彩礼了。小侯爷，蓉儿想托你给肃王殿下说一声，肃王殿下的心意，蓉儿明白，但不必太引人注目。蓉儿说的没错。好吧，那我回去同殿下说一声。告辞。这刚从正门走，你就从后墙进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可是越来越过分了。那你不也是这么快就来后院了？我是想来问你，肃王殿下对蓉儿是不是真？真，别的不说，他当初能为二姑娘当劫狱犯，这还不够啊？这次是皇上下圣旨，殿下也不想委屈二姑娘的，以后找个机会扶正了便是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对了，
凤来仪的事查得如何了？你走了之后，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，确实问题不少。但眼下我能看到的账本都是纪清廷誊写的，那真正的账本我根本找不到。那这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我去找纪清廷好好理论一番。哎，这不行，跟他没什么好理论的。我这儿有个办法，可以让纪清廷这个狡猾之人无法推脱。什么办法？傅姑娘，你一定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子了。别胡说了。好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在这里被人看见就不好了。嗯。阿元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二姑娘，如今如意楼是不能再开了，还好王爷知道我无处可去，又想到你出家到苏王府，便问我愿不愿意去府上，将来同兰香一同照顾你。你若不嫌弃的话，就暂时来我这儿，等着如意楼重开了，你再回来打理。二姑娘哪里的话，能跟着你是我的福气。之前我还担心那件事会让你与王爷产生嫌隙，但是听到你要加入苏王府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王爷待你的心意无人可比，连我都考虑了进去。哦，对了，我本来想明日送去傅府，但既然二姑娘你来了，这封冠从每一粒珍珠到每一挂流苏，都是掌柜的亲手打上去的。他说想要给你一个惊喜，待你成亲那日再送给你。没想到你这么快便可以戴上这凤冠，只可惜掌柜的看不到了。我之前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福星呢，可是现在师父被凶手杀害，都怪我。掌柜的至死怎么能怪你呢？这是谁也不想的。我跟师父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是我不想认你这个师父了。既然你不拿我当徒弟，那我也没法拿你当师父。这10余年来，师父待我如亲人，我最后留给他的话，比刀刃还伤人。那都是气话，掌柜的不会怪你的。我宁愿他恨我，他怪我，可是他在梦里都还安慰我，说他怎么会怪我呢？我一定会替师父报仇的。苏王哥哥还真是，不过是纳个妾，还要设宴。西河郡主有所不知啊，那是因为殿下说过自己这一辈子只娶一个女子。没想到老四痴情至此，真是感天动地，感天动地呀！凭什么呀？一个妇容也想做肃王妃？
只有我才配得上苏王哥哥的正妃之位。哎，他人呢？对啊，苏王哥哥人呢？殿下在婚房里等着呢，要接到新娘子再出来迎接宾客。看清。委屈了。我自己答应的，谈何委屈？这是师父送我的凤冠。很美，为何不戴上？侧妃不能带凤冠入府。当然可以，这样更美了。珠儿，杀人偿命。殿下，发生何事了？没事。嘘。哦，你认为是我杀了柳如意？你愿意嫁给我？只是想报仇。自那日我告诉你手镯是师父所赠，你就起了杀心。否则你怎么不敢告诉我，在我去如意楼之前你见过他？你以为这些日子我所做的一切，皆因为我是凶手？告诉我真相。既然你想杀我，动手吧。我的确见过柳如意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真想杀她，何必自己亲自动手？可是那日有人亲眼所见，以为身上沾血的白衣公子匆匆离开，是不是你？还有在胡家村，你袖口上的丝线是师父遇害那日所穿衣服上的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我的确与他交过手。当我离开的时候，你师父还活着。蓉儿，我就想问你最后一遍，你信不信我？此非长命，乃长情。
真想杀他，就应该连顾源一起杀了灭口，何必带他回来？殿下，宾客已经到齐了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各位久等了。恭贺王爷喜得佳人。苏王哥哥还愿意出来？殿下，发生何事？为何脸色如此难看？一会儿敬酒，你帮我挡着些。好，放心，以我的酒量，喝倒这屋子的人没有问题。四哥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无论如何，愿你和侧王妃能够和睦，相敬如宾。如今能娶到这么一位娇妻，可要好好对待。敬你一杯。应该我敬皇叔才是。哎，今日你是新郎官，在这大婚之日，当然是我敬你了。祝你与侧王妃百年好合，也祝皇叔新任金义卫大统领一职。恭喜啊，老四！人生四大喜事，最喜不过洞房花烛。多谢三哥。既然是大喜之日，咱们就来个不醉不归。也不要一杯一杯的喝，咱们今日啊，就把这一壶干了。哎，成王殿下，成王殿下不愧是英雄豪杰，酒量和度量一样深不见底。但是吧，今日是殿下的大喜之日，洞房花烛之夜。若是殿下醉倒了，岂不是虚度良宵了？这老四是不想喝本王敬的酒啊！今日确实不宜多饮，还望三哥见谅。成王，来，我先干一杯。若是成王不满意，我干一壶都成。苏王哥哥，我有话跟你讲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老四。这么走，不太合适吧？哎呦，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各位，谢谢大家来苏王府为我庆贺。今日确实不胜酒力，容我先行告辞。三哥。容我先行告辞。葛先生，你留下来替我照顾好大家。是。各位，今日殿下大喜之日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兴。皇叔。先告辞了。
you